大家，今天呢，我们来教大家如何用 AI 来帮你规划旅程，还有当你的导游。我自己本人呢，上个月去了欧洲，然后自助旅游当中呢，我就真的用了 AI 来帮我规划旅程，甚至买票，还有现场导览。我跟你说，真的省了我超级多的时间。因为以前呢，我自己在规划这种自助旅行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估摸的，我会在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小细节纠结非常久。就是例如说哪一个地铁的出口有电梯这种事情，我真的是会查到底。但是现在呢，有了 AI 之力，就是有了 ChatGPT， 有了 Gemini， 真的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切几个章节，毕竟旅游这件事情呢非常的盛大，它必须要事前规划，然后中间你要去旅游啊什么，然后一定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嘛。那要怎么用 AI 来解决？那这几个章节呢，我会分成第一个是事前规划还有订票，第二个呢就是事前 AI 导游准备，就是这个 AI 导游它需要事前我们小小的准备一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现场导览，要怎么让 AI 带着我们去观光旅游。然后第四个就是订餐啊，还有危机处理部分哦。那这些呢，真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好用，所以才拍成今天这一集。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怎么用 AI 来帮你规划旅程，让你无痛的去享受一段度假，或者是去哪边观光之类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请挑选你们的武器吧，战士们。就是呢，我们今天会大量的使用深度研究这个功能哦，但是有很多 AI 都有这个功能。那我自己呢，主要是用 Gemini， 因为我觉得它最准，而且它资料真的给超多，给超够。但是呢，说到底它要付费啦。但是它现在都有就是1个月的免费试用，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刚好要出国旅游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试用给它用下去。如果你免费载的话呢，建议就是可以使用 Perplexity。所有讲的东西呢，你在 Perplexity 就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可以丢进去，结果是8、9不离10。只是 Gemini 我觉得它的细致程度是真的差很多，就是比较细，而且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差异。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要最详细、效果最好、省最多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推荐 Gemini， 可以给它订阅下去。你就1个月试用看看，它的深度研究真的不会让你失望的。没有业配，真心推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事前规划要怎么规划。首先呢，就是选择你的武器之后呢，打开你的 AI， 然后打开深度研究。就是我们先进到首页，然后深度研究的话 ，Gemini 还是在下面这边要打开，就是这个按钮。然后呢，事前规划的部分呢，我会推荐你做2份报告。就是第一份呢，是针对你想要去的这个城市或者是地区呢，你先做一份大致上了解它的一份报告。这个呢，最好是你在连日期都还没有定、机票都还没有定的时候就可以先做了。甚至你连地区，就是你要去哪里玩都还没决定的话，你也可以先用这个深度研究来做不同城市的调查，然后看哪一个兴趣比较高。那我们这边的第一个提示词呢，初步认识，我们来写一个就是旅游地点的自助旅行指南。就是这边这个括号，你就改成你自己有兴趣的这个地点哦。好，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这个巴塞隆纳自助旅游指南，你就直接这样子打进去就好了，送出。然后在模型的部分呢，我是蛮推荐大家用2.5 Pro， 因为就是用起来是真的非常的详细啊。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就用2.0 Flash。然后呢，要小心哦，就是像 Perplexity 和 Gemini， 它送出之后，它还会再问你第2次啊。你这边确认一下，它里面写的都是你要的，或者是你哪边有想要修改。你看它现在已经列到一个不行，就是已经发疯，就它现在列的东西就已经非常详细了。啊，你觉得 OK， 你就按这个开始研究。然后它就会等大概5到8分钟吧，其实也不是很久。这个只是示范怎么丢出这个 Deep Research 的功能。那我已经做好这一份报告了。好，那这个部分呢，你已经对这城市有所了解之后呢，我们要来做第2份的深度研究。那这个第2份的深度研究呢，是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你知道你几号要去那个地方，而且有多少人都大概确定了。然后你可能已经知道说你去那边是想要玩什么啊，例如说你想要走艺术的行程，还是想要走比较度假的，大概都有想好之后，我们现在呢要来帮你量身打造你的旅行计划。来看这边哦，我们第2个提示词，来这边上面这一段呢，你可以自己改成你自己的内容，例如说你几月几号要前往某个城市，然后几天几夜，我会带着谁，共几个人，这非常重要哦。里面有没有长辈呢？记得要写进去。然后呢，我们希望着重在哪一种观光风格？例如说，你想要去必访景点，例如说圣家堂一定要去嘛，但是呢，不要太紧凑。就是会选自助旅行呢，可能就是不太喜欢紧凑的行程啊。如果你想要选择比较行军式的那种行程的话，也是 OK。你就在这边写说你是比较想要踩比较多点之类的。或者是你想要纯放松啊，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或者你想要比较强调夜生活之类的，你都可以在这边给它注明进去，反正越详细越好啦。然后再来下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第1份报告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你想要去哪些地方，你就可以直接
填进来。就可以避免它漏掉，或者你想要做哪些事情啊，哪些活动，例如说你想要去冲浪啊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写进来，或者你想要吃的东西也都可以提到。再来，最后也是很重要，就是你的预算，这个一定要讲，不然他就不知道你到底想要花多少钱。有些活动呢，可能你预算太低，可能就可以省略啊什么的。那这边你就可以稍微提到说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请帮我规划旅游。好，这样一整段呢，把它丢到那个深度研究里面去。好，这边呢是我模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4月10号前往巴塞罗那带着多少人，然后我想做哪些事情，中高预算但不要太贵，请帮我规划旅游，这些都是非常的自由的，就是你可以自由发挥，你想要怎样的行程你就大概跟他讲一下，然后记得这个 Deep Research 要打开，然后2.5 Pro， 然后送出。好，那记得呢，你这个问题送出之后，你还要稍等一下，它才会出现下面的这个进一步的深度研究的按钮。你记得一定要点这个开始研究，它才会开始研究，不然的话，它就一直卡在上一个画面哦。那我这边呢，其实已经帮大家做好这个成果了，来看一下成果。说到语言能力呢，我自己因为平常可能有在看一些国外的发表会之类的，所以我自认为我的听力啊，还有阅读英文程度是不错。但是呢，每次说到真人面对面要讲英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太多，然后不敢开口。所以我自己呢，也是蛮希望可以达到那种侃侃而谈的自信感。那其实呢，我自己一直都有在用 ChatGPT 练习英文口说，但我发现真的很难。因为第一，如果你要纠正它的话，你的聊天节奏就会被打断；第二，没有办法系统性的复习之前学到的东西。所以我个人呢，其实一直非常期待说哪一款软体它可以结合 AI 的优点跟对话自由度，也可以帮我好好有系统性的复习。然后呢，我最近就是用到一款 App 叫做 Speak， 我跟你说，我真的下烂，因为它把我刚刚讲的那2个问题一次解决了。它兼顾了 AI 聊天的那种自由度，又可以有系统性的教学。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 AI 聊天加精准错误分析，在 Speak 里面你可以自由设定 AI 的角色还有情境，像你今天出去旅游啊，想要买哪只手机，甚至社群经营，你都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讲完之后，他会整段逐字稿摊出来，然后看你哪边讲错了，帮你精准分析。例如说，你看这边我说了 which， 然后 AI 就会纠正我要用 where， 这样子呢完全不会打断我们的聊天节奏，但是又可以知道哪些文法还有用字应该要修正，不用打断聊天，不用重来，让你在聊天当中自然进步。第二，错误做成客制化课程。我觉得最猛的就是它还可以把我犯过的错直接做成课程。每次聊完天，它就会帮我做出2到3个小单元的练习，针对我的弱点，用各种方式让我复习，并且融会贯通，自然而然的加深记忆。这种错在哪就练到哪的练习真的很有效。第三，真人主题影音课程。如果你担心自由对话太难的话，像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片语跟俚语，不用担心 ，Speak 里面也有真人主题影音课程，它会按照等级还有主题分类，先从影片学道地的英文用法，再来呢，他会举例，反复让我开口，最后在实际应用的对话当中，这种有输入、反复练习到输出的设计，让我能够有系统的练习英文口说。这款 App 呢，我自己是用的非常开心，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目前最适合练习英文口说的 App。我用起来感觉呢，就是不紧张、不尴尬，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大写 I 人，而且呢，它又非常的自由，每天练习5分钟，真的可以看得到进步。好消息，现在订阅 Speak 的年度会员还可以再省299，资讯栏我会放在链接，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赶快去看看吧。就是我们的巴塞罗那长辈友善行程规划，长辈友善非常重要。打开，他就直接说我们今天这个行程呢，就是为长辈打造的这个慢活之旅。它里面很赞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行程真的是排得很少，就是一天大概1-2个重要景点而已。但是呢，不要担心，他还是会给你额外的选项，就是例如说，今天下午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休息，或者是你可以去哪边，他就会给你这种比较有弹性的规划。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跟你讲说，这段旅程呢，它是用怎样的核心目标下去设计的。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无障碍的生态。为什么无障碍很重要呢？就是例如说机场接送，如果你今天3个人的话，就不太可能你在那边叫计程车，因为你3个人还要加3个大行李，那种小型的那种轿车是绝对不可能塞得下的，所以他就会建议你说，你一定要先订这个无障碍计程车或是箱型车，你才能够比较舒适优雅的前往你的酒店。然后他也会跟你说大概多少钱，然后注意不要被坑了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大概跟你讲要排哪些行程例如说圣家堂，因为我们刚才有指定说我们想要去就是必访景点，但是不要太紧凑，所以他就会介绍一些巴塞罗那必去的地方，就说奎尔公园什么，我这一次都有去到。然后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贴心，就是例如说他这边会写说此地是大致平坦，大部分都是平滑的路面，或者是哪边要爬坡啊，可能会花比较多体力的话，它里面都会写清楚。例如说那个奎尔公园，我记得就还蛮恐怖的。这边有写
无障碍资讯，此景点需要特别谨慎规划，因为它的公园是建在山坡上面的，所以就不建议你走路前往。因为我那一次其实就真的差点想要走路过去，结果我就有问 AI， 然后他就说真的坡太多，就是建议我搭公车或者是计程车。最后呢，我就搭公车，然后真的没后悔，所以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好，那它就是6天都帮我们排出来里面的行程。这边还有一段这个行程规划的深层考量哦，它里面就会想到一些规划行程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的点，例如说累积疲劳，例如说你玩到第4、5天的时候，你可能就累了，那你搞不好你就是一整天都待在饭店里面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硬要去走那些景点的话，你搞不好就是大家都搞得很生气啊什么的，那你这边要把这个疲劳也考虑进去。再来第2个点，我觉得也是超级重要，就是对高地建筑的饱和点。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巴塞罗那有非常多高地的建筑，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可是他的建筑的那种风格呢，其实都有一点相似。那你看多了会疲乏。真的会疲乏，所以你可能在那个行程当中，你就要去考虑说，你是不是相同的东西看太多。例如说去欧洲就很容易看很多教堂什么的，那这边呢，它就会稍微提点你说，可能都不要集中在某几天，或者你把它分散开来这样。除了要注意的点之外，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门票。这边呢，他就直接把我们刚才行程里面提到的所有著名景点都列出来，然后还告诉你它的门票价格，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最后这个。大家，他就直接把那个你一定要先预定的程度写在后面，这个超级重要的。你决定你要去哪边之后，你就要赶快订票，因为像我这一次是我去之前1个月才开始订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有些很知名的景点门票都卖完，然后我就要多花钱，因为像是那个南西班牙的那个阿尔罕布莱宫啊，它官网卖票可能才卖个10几欧吧，也就是400多块台币顶多，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就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要多花可能3到4倍的价格去买一模一样的票，所以建议大家要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好是2到3个月之前就赶快用这个深度研究来看一下你要订哪些票，然后赶快就去他们的官网订票，不要拖到你行程前1个月才在这边看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不然你就是要多花钱。所以这边呢，它上面写详细建议先预定的都是准的，就是大家就真的不要不信邪，就赶快去订吧。然后接下来呢，它就会开始帮你规划一些交通的部分，它会告诉你说，可能计程车这个收费标准是多少啊，然后可以用哪些 app 啊，有哪些交通卡的推荐啊，它都会写在这边。最后呢，他就开始提到酒店的部分，他会跟你推荐一些酒店。我自己是真的有去查他推荐给我的酒店，然后我发现有件事情，就是他不会把全部的 Google 评论都看一遍。我觉得住宿的部分，就大家还是自己去 Google Map 把那个评论都先扫一遍再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发现巴塞罗那小偷超级多，而且是连5星级都有哦。因为像我这一次去巴塞罗那，其实我原本要住一间5星级的饭店，然后想说就是犒赏一下自己的家人，就是我带我妈妈去嘛。结果呢，在我要订票的那1、2天，我就去扫他的 Google 评论，发现有新的评论，非常新哦。就在我要订票那1、2天，都同时说，就是有大概2、3个评论都说他们被偷东西，超级夸张的。怎么可能去订那种饭店啊？就是你已经花那么多钱了，你还要去那边忍受那种被偷的风险，不行啊。反正总而言之，我这边要提到的重点就是饭店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大家自己去 Google 评论上面看会比较准。然后除了这个住宿之外呢，机票的部分我也推荐大家直接用 Google Flight，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例如说你有某几天可以选择，那可能一定是有一些日期是比较便宜的嘛。那你在 Google Flight 上面是可以比较一目了然的看到说哪些日期比较便宜，因为像在 AI 上面呢，它比较不是那种直觉性的看到说哪一天比较便宜，然后你可以直接去订，所以推荐大家用 Google Flight 去比价。最后你要提到这种景点订门票的部分，它就是没有技巧，你就真的要去它的官网订票。那这份报告比较可惜，就是它没有把那种著名景点官网直接列出来。那这种景点门票呢，通常都会分单独卖门票或者是额外打包的那种门票。那如果你不太确定需不需要买那种打包啊加购一些东西的门票的话，你可以问 AI， 因为像我这次要去圣家堂啊，然后它其实有另外一种打包票是可以登塔，就是你可以登到那个圣家堂上面去看风景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要不要买，然后我问 AI 啊，他就说就是有些人其实不推荐，因为可以看巴塞罗那这种风景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就是不一定要在圣家堂上面看，所以我后来就想说算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问问看 AI 对于门票的看法。好，那我们行程规划结束之后呢，我们下一个要来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AI 导游。那这 AI 导游呢，听起来虽然非常的酷炫很 fancy，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只是在 Gemini 里面把深度研究然后丢到 ChatGPT 让它念出来而已，就是这么的土炮。但我自己觉得非常够用，而且我用的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呢，分成2个部分哦，第一个是前置作业，然后第2个是现场导览。是说前置作业，但其实也不用到多前啦，就是可能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这个事前作业哦。一样呢，我们会用到深度研究的这个功能，然后提示词的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
下，制作现场观光讲解以下的这份提示词，你们大家就直接贴到你们的，例如说 Gemini 或 Perplexity。制作观光景点这边你自己填入哦，现场讲解，然后只需要现场观光讲解，像导游一样，不需要讲购票门数或交通方式等等的。我会加后面这一句，是因为我自己试过，然后如果你不加这句，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说你要怎么买票之类。那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只是要现场导览而已，所以就直接这样子一份呢打包丢给他。那我自己的范例呢，这边就是帮我制作这个阿尔罕布拉宫的纳斯里德宫的现场观光讲解，大家不用理前面这个字哦，这个是我自己这一次有去到的一个景点。然后呢，我们会从某边进去，后面这边就是我刚刚的提示词，这边是我自己加的，所以你就是可以自由发挥，就是说你们的行程可能大概怎么接，你也可以跟他讲一下。那这样子就记得开 Deep Research， 然后送出。那一样呢，我这份报告也已经做好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可能比导游讲的还要更详细的一份报告。那这份报告呢，你可以直接用阅读的，或者是我们如果想要用现场导览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文字转语音。那我觉得最快文字转语音的方式就是 ChatGPT， 因为我自己有买那个付费方案，所以我就是直接把这一大段全部把它贴到 ChatGPT， 然后让它念出来，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接下来会示范2个方式，就是如果你没有跟我一样订阅 ChatGPT 的话，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让 Gemini 自己念出来，只是就比较没那么好用啦。那我们先来示范第一个方式，就是怎么让 ChatGPT 念出这个导览哦。首先呢，我们先复制全部的文字，然后我们进到 ChatGPT 这边呢，我们用到第4个提示词，就是这里。以下是我的导览文章，然后等一下帮我一段一段重复，要一模一样，然后一段要超级长，不要有其他辅助或是其他字。为什么这样子写呢？就是因为 ChatGPT 的网页版它还是有字数限制，它不可能全部重复你的文字，因为你要让 ChatGPT 念出来，一定要是它的答案，不能是我们给它的文字。那我就是要它重复我的文字之后呢，我才可以去按那个生成音档的按钮。所以呢，我就请它帮我一段一段重复，一模一样。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段文字先写上去，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的深度研究的结果，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长，大家看一下。就是整份报告给它贴进去，所以我说它不可能就是一模一样的重复我的问题啊，因为这实在太长了。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边是没有音档生成的那个按钮，只有在它重复我的报告的段落的时候呢，这边才有一个大声朗读，所以我才会叫它一段一段的重复。那我们贴给它文章之后啊，它开始重复之后，它不会一次到尾嘛，所以我们要继续叫它写下去。那这个就是续问的提示词，就是继续，然后一段要超长，记得要用超长哦，然后不要有其他辅助或其他字。好，然后呢，它就会继续我们的报告。大家有看到吗？它字一段真的是超级长的，它就会重复我们刚才的报告啦，这是其中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一直重复的这个问题，直接一直贴下去，贴到底，就是贴到它把我们刚才那整份报告都讲完为止。这就是我们的事前作业，就是让它重复我们的文字，就这样子而已。当然呢，如果你有更好更快的这种文字转译的方式的话，当然就是你们可以自由的发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怎么样在现场导览，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手机的 ChatGPT 哦。ChatGPT 我们一样进到一模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请他重复的这个对话里面，然后里面他就把我们的报告全部都输入进去了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大声朗读这个按钮。穿过科马雷斯地面左侧那扇充满历史感的门，我们便进入了闻名遐迩的香桃木庭院。其顶部装饰着极其精致的钟乳石状柱头，拱门的表面覆盖着细腻的灰泥雕饰，但其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纳斯瑞工匠对装饰细节的极致追求。就是真的非常的自然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而且我觉得它的声音非常的好听。等一下用 Gemini 播看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差异很大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用 Gemini 的话，会是怎样的呈现方法哦？就是使用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 Gemini 里面呢，它可以一次讲的字又更多咯。然后它在界面里面呢，它这边有一个就是播放的按钮，你就直接按。从正义门到狮子中庭，各位贵宾，欢迎来到阿尔罕布拉宫。这座矗立在欧洲土地上的伊斯兰艺术与建筑瑰宝。好，先这样子，大家就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现在中文的部分 ，Gemini 他讲话还算是就不是很自然啦，就比较像是 Siri 那种感觉。当然，以后会不会变得比较自然？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像 AI 进步那么快嘛，只是现在呢，表现最好的，我觉得还是 ChatGPT 啦。还有它的播放界面呢 ，ChatGPT 真的大胜，就是因为 Gemini 它里面就真的只有这个播放键，它不能快转或是倒转，或者是从哪边跳着开始啊之类的，它都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播放键。那我觉得其实 AI 导游这个东西，它可以自己变成一个 App 啦，而且做起来呢超级简单，你就是深度研究的 API 串一串啊，然后文字转语音的 API 串一串啊，马上就出来了。但你不觉得刚刚这样自己做起来也是非
非常的简单吗？尤其呢，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订阅 Gemini 或是 ChatGPT 的话，你就是直接深度研究，其实就 OK 了。像我这次去西班牙，就是带着我妈嘛，然后我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语音导览，而且我甚至是到现场我才开始做，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做完之后呢，就丢到 ChatGPT 里面，然后我就按播放那个声音，我就跟我妈一人带着一只 AirPods， 然后在那边观光。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助嘛，然后我妈也希望说在现场呢也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历史或者是建筑本身的一些意义，不然你光是只是在那边看美景啊，看那些教堂，你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你只是觉得很漂亮而已。你还是要知道里面的一些其中的历史意涵。那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了解里面的意义，而且它讲的又非常好听，就是可以一直听下去。哦，对，然后再补充一下 ，Gemini 里面其实现在有那个生成音档的功能。它在这个 Gemini 里面的界面，你做完深度研究之后，它其实可以立刻做成这种摘要音档。不过呢，这个 Audio Overview 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刚才我们那么详细的讲解，因为它这个是摘要，其实它的长度不会到非常的长。如果你想要到非常详细，然后一字不漏的按照你深度研究里面去讲的话，就还是要用文字转音档的方式会比较好。再下一个呢，我们要来看点菜还有危机处理。在国外点菜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的困扰呢？如果当地没有英文菜单，或者是连英文菜单你都看得有点不飒飒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拿出你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你就直接拍张照，就是菜单的部分把它拍下来。像是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面呢，我就是用 ChatGPT， 然后让它看我的菜单。这个菜单呢，我就直接丢给他，我也不想选了，我就跟他说有几个人啊，然后有想吃哪些东西，你建议该怎么点。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直接帮我选一些东西出来。他是会给你选择的，他不会直接帮你排好，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你想要哪些东西。然后呢，你也可以请他帮你列成服务人员可以直接看的那种清单哦，你就不用在那边指来指去，这样子清单直接列出来，是不是非常轻松方便呢？那如果你今天有想要指定，例如说甜点啊或者酒之类一些饮料，那你也可以跟他讲，他就会帮你把它列出来。这次我去西班牙，大部分点菜我都是这样子点。对，就是不想想了。然后，而且我觉得还蛮成功的，因为他点出来的菜都是非常经典、非常的好吃，个人是非常的满意。然后我觉得危机处理也是非常的好用。我们这次去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危机啦，只是例如说某个出口或者是买票什么的，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都会直接问 Gemini。对，我不会问 ChatGPT， 我觉得 ChatGPT 问一些现实的东西是很不准的。我觉得要问就问 Gemini， 而且他查资料就真的准确率很高，而且又非常的快。例如说，我这次去西班牙搭公车，然后我就不太确定上公车之后应该要怎么付款。我这个问题是问 ChatGPT 啦，这边呢我问他说，从 A 景点到 B 景点步行的话会很累吗？他就告诉我这个是准的。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说搭公车要怎么付钱，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信用卡直接感应，所以用 AI 来查一些现场的东西是真的蛮快速的，不然你在网络上面查，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点到一些论坛里面，就是查个5分钟10分钟就去了，然后问 AI 的话，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一次去欧洲，这样子尝试算是非常的成功的，就是整段旅程都是非常的顺畅，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也希望今天这部影片有帮助到大家规划你们的旅游，而且我非常期待你们真的去实践这些方法之后呢，回来给我一些心得，例如说哪边可以改进啊，或者是你最后用了哪个 AI， 都欢迎跟我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了。或者是有其他的 AI 的用法什么的，我也会赶快来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